朱元璋晚年的压迫感究竟能强到什么地步？大臣只是站在他面前就被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你慌什么？禀皇上，没慌。咱不光听到你呼呼直喘，还听到了你咚咚的心跳。禀皇上，皇上天威，令臣不寒而栗。这是洪武皇帝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早朝。老态龙钟的他虽然已经失明许久，可他身上那汹涌磅礴的帝王气势却没减半分。在早年大苦大难的洗礼下，晚年的朱元璋越发显得威严可怕。为了不让臣子察觉自己已经失明，朱元璋走到哪里都会戴上小青这双火眼镜。爷孙俩就这样缓步走进了奉天殿内。爷爷到了。青儿的提示就像一记定海神针，在触摸到熟悉的天子丹壁后，朱元璋原本佝偻的身体瞬间变得无比挺直。这条台阶他已经稳稳当当的走了几十年。就这样，朱元璋迈着沉稳有力的步伐走到了胡惟庸梦寐以求的龙椅跟前。这场早朝对他而言意义非凡，朱元璋即将在这里正式宣布大明第二代储君人选。为了替大孙子朱允炆立威，他特意把镇守边疆的藩王全都召回了京城。随着文武大臣的朝拜声响起，朱元璋当即就让李靖宣读早已拟好的旨意：册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，入尚书房辅政。大家听后瞬间炸开了锅，秦王朱爽和燕王朱棣是一脸的难以置信。大家都没有想到朱元璋竟会绕开所有儿子，直接把皇位的继承权交到了孙子手里。朱棣那不服气的表情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。他坐镇北平多年立下的战功不计其数，这皇位无论如何他都该有竞争的资格。眼看许久都没听见朝拜皇孙的声音传来，朱元璋一声怒喝瞬间打破了永乐大帝心底的所有幻想。请举。听着台下有气无力的参拜声，朱元璋十分清楚，这些藩王心里全都憋着一股气。为了替大孙子彻底树立威信，他直接亲自下场震慑群臣。没了小青这双眼睛的辅助，朱元璋只能靠玉如意确定方位。在摸准台阶位置后，他当即向满朝文武下达了最后通牒：你们不要以为皇太孙年轻，但只身在外面闯荡的时候，比他的年龄还小呢。况且他上承咱的言传身教，下有你们列位臣工的尽心辅佐，定能担当大业，恩威天下。朱元璋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十分明了，朱允炆就是他选定的继承人。他虽然年轻，但是却能把治国知识融会贯通，等将来彻底成长起来，必定能把大明提升到新高度。而且为了防止自己去世后朝廷出现变故，朱元璋还特意搬出了皇明祖训：日后若是朝中有奸臣作乱，各地藩王尽可领兵进京，擒王除奸，确保大明基业传至千秋万代。不过朱元璋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正是他亲手制定的皇明祖训给了朱棣起兵造反的正当理由。朱元璋身上散发出的威压把在场的大臣压得几乎喘不过气，看着他们战战兢兢的模样，朱元璋心底十分满意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向皇子们下达郑重警告：咱知道现在啊，这朝里有传言说咱的眼睛瞎，咱上上下下好着呢，咱就是不用眼睛也能看清楚人心是非、忠奸善恶，而且比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。朱元璋为了给大孙子铺路，特意将自己的威压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只要他活着，朱棣就算手握重兵，也绝不敢生出半分心思。下朝后，朱元璋像往常一样全在书房门口休息。怎料青儿这时向他问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：爷爷，你以前是什么样子啊？朱元璋听后也不知该如何作答，于是他当即命人找来了京城最有名的画师为自己画像。经过一番精心创作，画像里的朱元璋成了一位方头大耳的慈祥帝王。老朱双眼失明，只能问小青画中人与自己是否相像。没想到童言无忌的青儿看完画像后，再次抛出了他的灵魂拷问：这是你吗？是咱呐，怎么了？好像不像嘛。画师听后瞬间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紧接着朱元璋让青儿上前仔细瞅瞅，到底是画像里的哪处细节和真人不像。小青在认真对比朱元璋和画像中人的神态后，当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爷爷平时比画上的凶。听到了吧？青儿说你画的不像啊！皇上恕罪，皇上恕罪。